陈少商怒气冲冲地赶走林不疑后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正想着该如何找台阶去与林不疑和好，坏消息就来了。陈少商心乱如麻，脑袋里嗡嗡作响，踉跄了几步，抬腿便坐上了马车，直奔皇宫。赶到时，文帝正当场喝道，要把林不疑流放。陈少商腿一软，就直接跪倒在了地上，求文帝开恩，让他随林不疑一同流放。林不疑转头看着瑟瑟发抖的陈少商，分不清他是出于同情还是出于爱情。陈少商一向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今日若不是因为林不疑一定要把陈少商出头，当着御史台大人的面把整蛊烧伤了女眷他爹给打了，陈少商会和林不疑共进退吗？林不疑眉头微蹙，他可不需要陈少商的同情。自从皇帝赐婚后，陈少商和林不疑的关系看似亲近了一些，却始终还隔着一层窗户纸。林不疑很多次都想要再往前一步，问一问陈少商到底爱不爱自己，可他却不敢，因为他害怕被陈少商拒绝，更害怕陈少商迫于压力编造谎言。文帝看到陈少商决意要与林不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时，一时间就消了怒火。作为磕 CP 的头子，文帝决定帮林不疑试试陈少商的心意。文帝清了清嗓子道，那就罚林不疑领50个板子，外加写一份悔过书吧。说罢又使了个眼色给三皇子。三皇子领会了父亲的旨意，自然知道这50个板子不过是演戏，可陈少商却坐不住了。曾经萧元仪只打了他10个板子，陈少商就已经痛得快要死了。50个板子要是真挨了下去，那林不疑岂不是要一命呜呼了？陈少商急了，急得朝三皇子扔石子，急得大喊大闹，你们别打他了，打我好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陈少商的愤怒与害怕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。那一刻，陈少商才意识到，原来自己早就爱上了林不疑，只是嘴硬不愿意承认罢了。陈少商初见林不疑，觉得他满肚子坏水，不适宜结交。而且林不疑是皇帝的义子，又深得隆恩，陈少商觉得像自己这样小门小户的女子根本就高攀不起，所以每次与林不疑见面，陈少商都十分紧张。紧张时心跳会加速，心动时心跳也会加速。陈少商对林不疑一直心有防备，但即使是倒在了林不疑的怀里，帮林不疑处理剑伤，陈少商也固执地以为自己只是紧张。可爱情就是这样，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生根发芽了。当陈少商嘴上说着我与阿瑶已经订婚，不方便再与林将军单独见面时，心却诚实地为林不疑即将奔赴战场而惴惴不安。当陈少商嘴上说着林将军天人之姿，我实在是高攀不起时，心里却巴望着林不疑能够更加坚定一些。陈少商以为是别无选择，才被迫答应了文帝的赐婚，但事实上，陈少商从未忘记过林不疑每次对自己的救护之情，他只是觉得林不疑一副冷面，生性坚定，不好相处罢了。林不疑见陈少商允下了婚事，欢喜不已，可转眼间林不疑的眉头就再次拧在了一起，因为他担心陈少商并不是真心想要嫁给他。林不疑虽然是真心想娶，但却也不想勉强，憋着憋着，林不疑就憋出了敏感多疑的性子。陈少商在皇后寿宴上被女娘们推下河后，他并没有去找林不疑告状，而是睚眦必报的自己动手报复了他们。林不疑听说后心中不快，所以才一气之下去打了那些女娘的父亲。对骄傲的林不疑来说，陈少商不告诉自己在外面所受的委屈，就是不喜欢他，不依赖他。虽然有些无理取闹，但说到底，林不疑就是太喜欢陈少商了，所以才容易如此患得患失。可陈少商却不以为然，也无法感受到林不疑那份浓厚的爱。刚赐婚那会儿，陈少商时常怀疑这段婚姻的真实性，更不知道该以何姿态来面对林不疑。但慢慢的，陈少商在与林不疑的相处中，渐渐地感受到了他对这段婚姻的重视，也慢慢地证明了自己对林不疑的心意。陈少商是爱林不疑的，但这份爱不足以让陈少商丢了自己。看到林不疑被抽打的那一刻，
程少商忽然生出一般从未有过的奇异愤怒，他觉得这个男人是他的，头颅躯体四肢都是他的，他自己都舍不得打，舍不得骂，凭什么来受这番罪？程少商确实心如刀绞，见不得凌不疑受罪，但爱之深责之切。程少商虽然爱凌不疑，但是他也确实不能接受凌不疑欺瞒他，所以即便是被三皇子骂凉薄，即便知道凌不疑会处境艰难，程少商发现凌不疑要杀凌氏全族计划后，也毫不犹豫地告知了文帝。正如程少商所说，他不只爱一个人，他还有整个家族，所以绝对不能为了爱而牺牲掉整个家族。萧元仪早就说过，凌不疑和程少商都是性子很硬的石头，遇到事儿谁也不会退让，所以根本就不适合结婚。程少商自己也说过，凌不疑虽然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，可我还是我自己。程少商对凌不疑的爱永远是克制的，他不会因为爱就卑微到了尘埃里，或是丢了自己。在我看来，程少商对凌不疑爱的坦荡，爱的理智，爱的不拖泥带水。在爱情里，程少商始终能够保持自我，也正因如此，凌不疑才会对他念念不忘。如今，《星汉灿烂》上部已经接近尾声，只希望在剧中能够看到凌不疑和程少商多甜一点吧。